灵，我生命之光，我欲念之火，我的原罪，我的灵魂。那是距今40多亿年前的事儿了。彼时地球一片汪洋，充斥着亚铁离子的海水让整个世界都泛着青绿。而也就在这汪碧波之下，年轻地球正嘶吼着，将地底深处的物质不断加热，化作汹涌的上升热流，穿透2000多公里的地幔，冲击着刚刚凝固的薄弱地壳，直至海底崩裂开来。在这里，寒冷的海水融化地壳与来自地下深处的地幔物质相互交融，便形成所谓的深海热液喷口。然而你可能已经听说过，就在这水深火热炼狱之中，却偏偏诞生了生命最早的雏形，被后人称为分子生命。它们还没有我们今天熟悉的细胞结构，本身基本上只依托于岩壁当中的天然孔隙，并靠周遭矿物的催化来实现一些有机分子的合成与复制。某些深海热液喷口的喷发物含有大量碱性物质，于是周围酸性海水中的氢离子便可能穿过疏松多孔的岩壁，与这些喷发物完成酸碱中和反应。而带正电氢离子流动，从某种意义上也相当于一种柔和电流，为着生命最初的代谢提供能量。但这种能量形式显然并不可靠，且不说很多生物化学反应根本无法直接依赖电能。最麻烦的是，任何深海热液喷口都很不稳定，喷发往往时强时弱，时断时续，喷发出来的物质成分也会不断变化。因此，在生命真的成为生命之前，必须先学会如何储存与改造这些能量。而就在这个时候，他们注意到了那个元素——磷。不得不说，这是生命演化史上最严重的失误。本来磷元素是不会与生命有所瓜葛的，尽管从质量来说，磷算不上什么很重的元素，但问题是，在高温状态下，磷元素会和铁元素紧密结合在一起，这就导致地球形成之初尚未凝固之时，这个世界90%以上的磷都被沉重的铁拐到地核附近，仅有不到3%滞留在地壳表面。但即便是这微末的一点磷灰也不太能利用，因为磷所形成的绝大多数矿物都很难溶于水，只有当磐石遭到磨损，同时环境呈酸性时，才会有些许的磷元素得以从矿物晶壳的球笼中脱落出来，融入水体。但问题是，在深海热液喷口这样的地方，一切却那么刚刚好。涌动的火山活动不断把地下深处的磷元素带向地表，旋即凝固成疏松多孔的岩石，而这些岩石又会轻而易举地遭受酸性海水的侵蚀，于是便带来了丰沛的游离磷元素，或者确切点说是游离的磷酸根。更关键的是，当磷酸根在特定的酸度、温度和盐度下被浓缩时，它们还会彼此聚集成焦磷酸类化合物。这玩意儿可就有说法了。你看，这是一个磷酸根离子，它上面带有3个负电荷，而它合并成的焦磷酸根呢，左右两半边都有2个负电荷。那你想想，两边负电荷的排斥力就全部集中在中间这2根化学键上，想想就很绷不住。因此，只要有一点点酸碱变化，一点点热量，甚至一点点机械外力，这里的化学键就很容易崩断。随后，两侧磷酸根就会在巨大的电磁力作用下往两边崩出去，产生分子意义上强悍的推力。也是因此，焦磷酸中间这个连接部分可以视为一种高能磷酸键，而这对生命来说就太合适了。我们知道，生命活动往往要依托于很多诸如蛋白质这样的大分子结构变化，而焦磷酸一方面分子足够小，可以嵌入蛋白质的内部，而它崩开时巨大力量与能量又足以推动蛋白质发生形态变化。在那个洪荒时代，在那个深海热液喷口岩壁上，真的没有第2种分子能如此好用了。于是磷就被纳入了生命的体系之中。在最原始的自然选择之下，岩壁中的分子生命演化出将氢离子流动能量储存进焦磷酸，再用焦磷酸去驱动各种生物大分子活动能力。只不过焦磷酸合成条件比较苛刻，也不太稳定，而且浑身的负电荷也不太容易抓取。于是后来的分子生命又把焦磷酸改造成了3磷酸腺苷，也就是你在生物书上学到的 ATP。它的负电荷稍微分散一些，这虽然让高能磷酸键能量有所削弱，但能让整个分子稳定许多。而且其中的腺苷部分作为生命最常用的有机小分子之一，也方便蛋白质或其他生物大分子来抓取和搬运。
实际上，直到现在，你我每一个人的细胞内还依然在使用氢离子流动的力量来合成3磷酸腺苷，并以此来驱动我们几乎所有的生物大分子运转。但生命远远没有止步于此，我们完全不能理解为什么。也许只是我们祖先所诞生的那个深海热液喷口当中磷元素过于充沛，反正这群分子生命甚至直接开始利用磷酸根来构建自己的遗传物质。没错，就是你们所熟悉的 DNA 和 RNA。只要对这些分子有基本的了解，就会知道正是磷酸根构成了它们的基本骨架。这还没完，当分子生命向着细胞生命跨越时，它们又一次用带有磷酸根的脂质，也就是磷脂来构建起自己的细胞膜。就这样，磷包裹着生命系统，承载着遗传密码，驱动着代谢活动，这是生命逆商而行的最强依仗，并一举让生命脱离深海热液喷口禁锢，飘向了自由。然而，就在那一刻，磷没了。对，正如我所说，地球讨厌磷，海水中的磷元素经常形成各种难溶的磷酸盐，渐渐石沉大海，让初脱离深海热液喷口，尤其是来到浅海的细胞生命，几乎立即陷入到了致命的饥荒之中。更麻烦的是，由于此刻磷已经深深嵌入到生命系统中消耗量最大的物质成分中，我们祖先也完全不可能像后来对待铁元素那样，靠极致的节省来博取一条生路。但就在这细胞生命行将中道崩殂之际，他们的救赎竟突然从天而降。我们至今都不知道，距今约41亿年前至38亿年前的太阳系发生了什么事。总之，在那段时间里，有无数陨石宛如地毯式轰炸一般坠落地表。直到今天，我们都还能在月球上看到当年留下的密密麻麻的陨石坑，史称晚期重轰炸。而磷元素在宇宙中可多的是。更关键的是，那些处于宇宙小天体中的磷元素，还可能会以地球上很罕见的3价或单质形态存在。于是，在这场绵延3亿年的星辰暴雨之中，无数来自外太空的磷元素，就有可能化作水溶性稍微高一丢丢的亚磷酸盐、磷化氢等，为这垂死的细胞生命降下及时的甘霖。但很显然，随着细胞生命日益增多，靠上天的这点施舍，终归不是长久之计。可在那个档口，就是仿佛天地都在协力呵护着稚嫩的生命一般。当天上星辰不再坠落之后，地球又很快献上了来自大地的磷之加护。又一次不知道为啥，反正在距今33亿年前或更早一些时候，地球上某些板块突然拔地而起，冲破了海平面。没错，从那一天开始，地球之上有了陆地。于是乎，来到阳光之下的岩石，在风吹日晒之下不断崩裂，随后又被溶解着大量硫化物的酸雨反复冲刷。于是磷元素又一次挣脱封印，混杂在盐蟹的浮沫中被冲进大海。于是围绕着陆地的狭窄浅海，变成了浅海生命最初的立足之地。随着时间推移，无数微生物汇聚于此，企图从这微量的丰饶中分一杯羹。它们层层叠叠堆积在海底，形成了斑驳的军毯。而也就是在这里，一场革命正在悄然拉开序幕。这是一块来自南非32.2亿年前的军毯化石。在这个时代的军毯上，我们经常能看到这种宛如小火山一样尖尖的构造。而同样造型在今天也经常能见到，比如这个由丝状蓝细菌所构成的军毯。没错，把这个尖尖给拱起来的，正是蓝细菌日复一日光合作用所产生的氧气泡泡。实际上，如果我们仔细看这块化石，我们还依旧能看到那个32.2亿年前气泡所留下的微小空腔，只不过其已经在漫漫地质变迁中被水晶所填充，让这一粒泡沫固结成了穿越亿万丝年的永恒。因此，科学家们推测，在那个时间点上，蓝细菌甚或是更早的光合作用者，已经开始利用卟啉分子和镁元素构建起了最初的产氧光合作用。顺便说，镁元素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促使磷元素与生命邂逅的幕后推手。如果本期视频能获得10万点赞，那我也跟小伙伴们讲讲镁元素在生命演化中的故事。言归正传，由于最初蓝细菌全都固着在沙质海底，基本无法移动，它们便只得粘在祖祖辈辈的尸骸和生活垃圾之上，代复一代越垫越高，越来越靠近海面，以求能截获更多的磷。于是乎，这些高高堆叠的蓝细菌尸骸与矿化胶质便化作了一座座叠层石，迎着风浪，永世展现着生命对阳光与磷元素的执念。
就这样，无数代蓝细菌苦心经营了1亿年，这1亿年的努力，终于让他们没有丝毫收获。甚至从宏观来看，连菌塔和叠层池都几乎没有丁点的净增长。蓝细菌们只是绝望地发现，雨还在下，磷却不见多。原来，尽管酸雨确实能溶出岩石中的磷，只是同样被解放的还有一大堆钙、镁、亚铁离子等等。随着酸度下降，这些带正电的金属离子，尤其是亚铁离子，在水中会与含磷离子再度络合，随后又双双被牢牢吸附在粘土颗粒的表面，直接沉入海底，将这珍贵磷元素重新封印。只有极少数磷元素能侥幸逃脱，为生命留下一线生机。而随着浅海生命的日升月长，很快生物的消耗与陆地的补给便达成了平衡，再也不会有一点磷元素能富余出来，助生物继续开疆了。到此为止了吗？不，生命至此已经诞生了10多亿年，它已经不再稚嫩了。何须天地同力，我命自当由我。在演化这些加护下，包括蓝细菌在内的全体微生物，很快就发现它们身边其实到处都是磷。对。那就是1年来堆积如山的其他细菌的尸体和代谢废物。为此，当年的微生物们不约而同地演化出了一类能够从含磷有机物中回收磷元素的酶，那就是碱性磷酸酶。从此开启了大规模利用有机磷的时代。但万万没想到，这条看起来完美的解决之道，却在蓝细菌这里很快就出了大问题。原来碱性磷酸酶这种蛋白质的工作效率并不高，那为了抢到足够磷元素，它们就必须合成许多碱性磷酸酶。但这样一来，蛋白质的核心元素氮又不够用了。但好在我们地球上的空气中就有取之不尽的氮，因此这些蓝细菌又演化出一类负责收集氮元素的酶，那就是固氮酶。但问题是，这种酶在氧气面前十分脆弱，但偏偏蓝细菌又会不断产生氧气。好嘛，这一口气出来，管你什么酶，通通一减酶。结果就是蓝细菌吃的磷越多，光合作用越旺盛，氧气排放越快，固氮酶损失越大，氮元素供应越少，磷酸酶越造不出来，蓝细菌吃的磷就越少。这种磷越多磷越少的拧巴状态，折磨蓝细菌足足8亿年。但饶是如此，它们还依旧在执拗的光合作用。好在此时地球表面陆地也正不断壮大，昔日邻县岛屿渐渐扩张融合，成为真正的大陆。高山平原纷纷上线，带来愈发庞大的河流系统，向着辽阔浅海注入越来越多的磷，而蓝细菌构建起的氧气绿洲也随之蔓延到更远的彼方。日复一日，气泡照常从均毯上升起，突破海水，随后消失在当年充满还原性气体的大气中。但蓝细菌就这么不断坚持着，就这样坚持了6亿年，他们终于撬动了整个世界的还原力。在距今约27亿年前，地球大气中出现了0.0000001%浓度的氧气，而趁着这波大陆扩张的红利，蓝细菌们也得以反复试错迭代，最终打穿了氮磷氧的底层矛盾。简单来说，他们将细胞膜向内凹陷、扩展、拆分、重排，形成了后世被称为类芒体的结构，从而将光合作用体系与固氮体系隔绝开来，乃至精密控制每一种分子在细胞内外的流动，使得固氮酶几乎不再与氧气接触，磷的回收自此再无限制，也让光合作用的效率一飞冲天。均毯上的气泡越冒越多，突进大气，令氧气含量从曾经的稀若有丝化为千丝万缕。这汹涌而来的氧气立即清算起了地球表面的一切还原力。只见岩石里的含铁矿物在氧分子自杀式的拥抱下急剧枯朽，化为红褐色碎屑层层剥落，最终汇入海底，化作今天的条状铁层。更关键的是，氧气还会不断氧化空气中以硫化氢为代表的含硫化合物，而如此的产物正是硫酸。于是更酸的酸雨倾泻在裸露的大地上，磷元素加速溶出，却再没有多少铁元素来将其重新封印。就这样，更多磷元素带来了更完善的蓝细菌，而蓝细菌爆发又会带来更多氧气，这更多氧气侵蚀天地，又会带来更多磷元素。氧气自此开始以几何级数增长，短短1亿年间，大气氧浓度暴涨了1000倍，在距今约24.3亿年前，冲到了相当于今天1/1000的高峰。大氧化事件启动。不过，在这四处弥漫的氧气面前，首先遭殃的却又是蓝细菌的固氮酶。但这时候已经没什么能阻止蓝细菌了。
在距今23亿多年前，一些蓝细菌开始抱团，一个挨一个连成串串，然后让其中1、2个细胞彻底关停光合作用，并将细胞壁加厚3倍，全力隔绝氧气，保护固氮酶，集中资源让这个细胞专治固氮。这便是蓝细菌的异形胞。于是大气中氧气便也不再能继续阻止其固氮继续合成磷酸酶，继续吞噬磷元素了。至此，氧气对蓝细菌的最后一点点限制也不复存在。于是乎，大气含氧量又给飙升了一个数量级。那么，地球大气中的一切还原性气体都注定在劫难逃了。比如甲烷，这是一种温室效应比二氧化碳还要强几十倍的气体，失去了它们，地球也就失去了保暖的屏障。而且仿佛是地球星魂还想在生命面前最后再挣扎一下似的，这段时间全球火山活动也陷入到了一段漫长的沉寂，为着下坠的气温狠狠踩了一脚油门。蓦然全球冰封，史上最严酷的寒冬自此降临，史称休伦冰河期。冰封所致，万物肃杀。更关键的是，随着大陆与浅海完全分冻，磷彻底断供了。按理来说，死神面前众生平等，但蓝细菌偏偏比其他生命更平等一些。这群靠阳光生存的生物完全不可能像别人那样躲进深海热液喷口附近苟活，大多只能在浅海直面寒冰碾压。但饶是如此，它们依旧在同袍的尸山血海中挺了过来。一些蓝细菌在固氮异形胞基础上，把细胞壁更进一步加厚，还在其中囤积上大量的防冻剂和营养，成为所谓的厚壁孢子，得以在重重冰封之下沉沉休眠。好在休伦冰河期也并非一直分冻，总有那么几年，在那么几处地区，会有阳光从冰盖的裂隙间透入，让这些蓝细菌垂死冰中惊坐起，赶着光合作用几口，再从周围的尸体中回收磷元素。就靠这么西海一窜，蓝细菌香火始终未被掐灭，而大气中的氧浓度也一直坚守在了1000万分之一以上。终于，地球屈服了。在距今约22亿年前，火山的轰鸣再度回荡在寂寥的冰原之上，磅礴的热量连带着无穷的二氧化碳喷涌而出，宣告1年寒冬即将迎来终结。消融的冰盖从各个大陆上浩浩荡荡的离去，一路错石扬灰，便把地表这亏欠了数亿年的磷一次性连本带利送还了海洋。沉眠1年蓝细菌顷刻复苏，立即全面开枝散叶，氧气也随之暴增。自此之后2亿年都基本稳定在1/1000左右，宣告着大氧化事件终究还是蓝细菌圣地半子。而幸存的众生也不得不接受，他们将与氧气永世共存的命运。一时间，各种奇奇怪怪的适应方案便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最近吵得沸沸扬扬的那个诡异的所谓21亿年前的红体生物化石群弗朗西维利安生物群，没准就是当年无数狂乱的演化尝试之一。不过，要说这些生存方案中最成功的，那还是一些厌氧微生物开始与好氧微生物彼此协作，融合出的全新生命形式——真核生物。当然，那就是另一个故事了。而这边厢到距今约20亿年前，随着地球火山活动愈演愈烈，轰轰烈烈板块大漂移开始了。只见曾几何时还是连绵群岛般的陆块先是猛烈抬升，随后便彼此冲撞到一块，激起千山万壑，宛如大地之上的涟漪，宣告着地球来到了造山季。如是2亿年后，地表绝大多数陆地都连接在了一起，形成了有史以来第一块超大陆，史称哥伦比亚超大陆。这超大陆上是前所未有的广袤群山与辽阔水系，磷滚滚而来。于是乎，在超大陆那漫长的海岸线上，蓝细菌便蓬勃地生长了起来，甚至可能形成了史上最早肉眼可见的红体光合作用者。但更关键的是，新生的真核生物也看上了蓝细菌那逆天的光合作用能力，于是他们便故技重施，将蓝细菌也变成了自己的细胞器，视为叶绿体。而这次融合的后代就演化成今天的红藻、绿藻和植物等等。然后天地万物就仿佛都被按下了暂停键。毕竟说到底，磷还是一种很容易被沉淀封存的元素。随着超大陆成型与生物的繁盛，浅海磷元素的输入与消耗很快就达成了新的平衡。自此世间再无悲喜，只留下一年又一年的单调重复。这种无聊状态持续了足足10亿年，
这10亿年的时间里，天地几无批变，生命也看不出有多少革新，故而被地质学家们称为无聊10亿年。然而，随着21世纪分子生物学兴起后，人们才渐渐意识到，气候、大陆都有可能懈怠，但唯独演化不会。就是在那无聊的10亿年里，蓝细菌的种种全新黑科技正渐渐浮出水面。首先是有些蓝细菌迭代出了一类全新的酶，被称为碳磷裂解酶，这让它们可以从尸体和代谢废物中榨出更多的磷元素。在此基础上，很多蓝细菌也通过在细胞内囤积油脂之类的方式，从海底的菌毯中上升到了水面附近。搭配强悍的磷回收能力，使能够漂浮到距离海岸线愈发遥远的海域。如果我们能来到那个时代的近地轨道，就会发现，在热带、亚热带地区，一抹抹绿色正从超大陆边缘向海洋晕染开来。到距今约10亿年前，全球中低纬度深150米以内的海水，几乎处处都有蓝细菌的身影。它们在等待下一次改变世界的机会。终于，在距今约9亿年前，新一轮的火山活动在超大陆上撕开了巨大的裂缝。一时之间，海岸线急剧延长，同时很多阻塞在陆地低洼处、长期无法被水流带走的磷元素沉积也随之崩落，瞬间给海洋带来一波短暂的磷元素高峰，甚至足以让少量来不及沉淀的磷元素给漂流到远洋，这就够了。那些远离陆地的蓝细菌，在过去数亿年的演化中，早就已经把对磷元素的精打细算钻研到了极致。这难得多出来的一点点磷，已经足够它们起飞了。刹那之间，除了2极以外的海域全被蓝细菌染成墨绿色，加之真壳藻类也在海底发力，氧气便在3亿年间暴涨100倍，首次突破了1%的浓度大关，史称新远古代氧化事件。到这种级别氧气浓度，就意味着微生物和火山排出的甲烷，甚至都难以在大气中短暂留存了。更要命的是，蓝细菌同时也一举近乎抽干了光合作用的原料二氧化碳。尽管这段时期地球上的火山一直高度活跃，但经过这么多亿年的数值膨胀，彼时彼刻，大地的力量已经不配和生命相提并论了。于是凛冬照样势不可挡地再度降临，史称雪球地球。但可能也正是有了地球的这点对抗，雪球地球终究没有像休伦冰河期那样灭度苍生。自始至终，在靠近赤道低纬度地区，一直都保留着少许冰层很薄乃至基本裸露的海域。结果就是这波寒潮不但没有再次摧垮生命，反而使之更繁盛了，以至于在整个雪球地球期间，氧气甚至还在不断增长。但要说没有任何历史重演也不对。在今天全世界绝大多数地区，人们都发现距今7.4到5.9亿年的这段地层好像集体消失了，仿佛地球在有意抹去这段时间的地质记录一般，被称为大不整合面。有观点认为，这就是因为在雪球地球联动期之前的一些小冰期中，大地被冰雪覆盖，本就沉积很慢，而世界回暖时，如锉刀般的冰川又将仅存的一点点沉积物给刮削殆尽了。虽然这个猜想尚存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当距今约6.6亿年前雪球地球结束，海洋又迎来了一大波磷。于是之后数千万年间，氧气再一次突破天际，一度冲到了将近9%。在此加持之下，一个名为动物的全新类群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史称阿瓦隆大爆发。从那以后，地球再也不一样了。但这还没结束。在此之后2亿多年，那个继承蓝细菌意志的真核生物绿藻又成功登上陆地，它们演化成了植物。生命终于淹没了这颗星球上的每一寸土地，把地球彻底踩在了脚下。那么也就不用地球的雷霆雨露来施舍磷了，我们自己就能拿，我们自己就让氧气暴增，我们自己来拉开动物大规模登陆的序幕。世界终于颠成了我们所熟悉的样子。